好，朋友们啊，我们利用假期，正好也是 Wilson 学校放假的假期呢，我们跑了南马之行。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和小孩子要一起旅行，而且我还觉得蛮开心的，很重要的。洪台你好，你好。我们这一圈啊是这样子的，我们先途经马六甲住了一晚，第二晚呢在居然。但我们在永平停留了一下，还有哪里啊？没有了。回程不是为了马路达去了吗？回程要经过麻坡，再一路回来啊。今天是回程啊，回程到现在我看已经花了4个小时30分钟了，离家还有11公里，可能比预计呢多半个小时的时间，因为我们中途也停了2-3站。和小孩一起旅行啊，其实并不是一直是很快乐的。你还记得我们最早带Wilson旅行是什么时候吗？因为想得起来，就是他大概2-3岁，我们带他去日本。对，我记得也是这一次，2岁半的时候，我们带他去日本，在大阪吧。然后他去了2次日本。最小的时候是他要在推车里的。对，每天下午我们在推车里面给他睡一觉，我们俩在那边喝咖啡。对的，就利用他在户外移动睡觉的时候，我们才有一些活动的时间。那这个是带小孩子的累，但Wilson会说话很早啊，他意识也很早，他那时候就是晚上就说我要回家，尤其是天黑了，我们看到现在天黑，很多小鸟都会往家赶，他也是快要到天黑了，他说他要回家睡觉，你还记得吧？很吵的。对的，Wilson，你自己还记得吗？可能吧。那后来我们还带他去过新西兰，对啊，还有美国没有，加拿大、欧洲，带他去过加拿大、欧洲那一圈。欧洲又带他去哪里啊？匈牙利、西班牙。哦，是的，我都忘了，这一程很好啊。我们去了这个匈牙利、奥地利还有什么？温哥华就是在加拿大嘛，对吧？我们带他也去过新西兰，对，我们大概带他去过不同的地方，包括2019年马来西亚。对，马来西亚。2019年就到马来西亚来。我觉得为什么带他一起出来啊？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大马。没有机会经常往海外再去跑了，我们也希望生活的极简一点，但是利用一个假期啊，你看一起出来就坐在车里，其实是一个很狭小的环境，它也很局促嘛，做不了很多的事情，所以你看除了很小的时候 Wilson 还 OK， 那再长大一点他跟我们出来啊，稍微时间长一点或者做的不舒服一点，小孩是有本能的直觉的反应，他会跟你说他不舒服，对吧？那他经常讲的一句话是什么？到了吗？到了吗 ？Are we there yet? Are we there yet? 就这么久啊？对，他就不停的会问你。那么我们到了酒店，他也会挑3拣4。哎呀，这个酒店好还是不好？然后哎呀，今天没意思啊，出去玩啊。明天又希望吃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？这旅行会造成一个不太便利的一种环境。那我挺享受呢，是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锻炼嘛。你看，我们也慢慢走过来，现在呀，再带Wilson，这家伙已经躲起来了，我就一起出来，我觉得还是蛮舒服的。蛮好的，挺不容易的。正是人家说由奢入俭难嘛。你想想，我们以前特别那个烧包的时候，出去都是住的很好的地方，然后他现在能够接受这个样子极简的经济型的旅馆，对吧？然后是他以前基本也没有什么抱怨，我觉得已经很不容易了。作为一个成年人来说的话，我自己有时候也会难免心里有落差，对吧？我们现在就住的平时价格就100块左右的，节假日可能涨一点，200左右的，他会觉得很好，很干净啊，比我预想的好啊。说，然后一到这个酒店说，这个温度就对了，这个温度就让人感到很舒服。那么你看，下午我们一起躲避太阳休息了一下，晚上你说，哎呀太没劲了，我们要出去玩，他也很配合说，好，那出去走，我们去哪里？然后吃什么？妈妈，你还要吃这个吗？我们再玩一下那个吗？他还慢慢变得怎么样？会比较体贴到你了，氛围组是吧？你变成我们家的这个女王，权力架构的顶点啊，Wilson 是吧？但一开始不是这样的。你看，一开始和小孩子出去旅行，他就他的意志是很重要，他会告诉你啊，我不舒服了，我不想，我只想玩。为什么要跟你们出去看景点？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太阳？为什么这个酒店没有以前的那个好？都停留在表面。所以你看，我们今天一路回来，其实让我挺出乎意料的。我刚才还在表扬Wilson呢，你肯定没想到啊！我是觉得他跟以前不一样，挺好玩的。现在跟Wilson
旅行的这个乐趣好像又回来了一点。有一段时间是，对啊，不肯出去，非常抱怨的，对吧？对啊那会挺好的，他不去，我们2个人旅行也挺不错的。对那现在3个人旅行的话，也其实变得很好最明显你会感觉到他长大是，你会意识到说，以前我们可能3个人出去挤一个床，现在是无论如何这个都已经很难的一件事情了，对吧？像我们以前都会去租这种2个卧室的套房。那现在为了精简的话，可能就房间里面加个床，哎，对吧？对吧？或者是2个 订那种 queen beds 啦，2个 single beds， 甚至于啊，我们也可以克服一下。那你看整个旅行，从跟他讲好啊计划，然后呢他自己会打包他的衣服，早上好，可能需要早一点起来，我们就一起出门。现在呢，在大马当然都是我们现在啊都是驾车型，那驾的时间很长，这一路回来4个多小时啊，停了好几站，维森也没有抱怨啊。但他自己开玩笑，他说那是因为我会看导航了，所以我不抱怨了。他说我知道还有3个小时，让我感到跟他一起旅行是很好的一个旅行伙伴嘛，是，变成这样了。那想这种旅行可能就是旅一次少一次嘛，那将来他肯定也会觉得我们这种老年人的旅行也不太适合他，也可能会和他的小伙伴一起，所以要以十分珍惜的这个态度来跟他旅每一次行。那我是觉得他已经有这样的素质啊，等到未来的时候，说不定他来驾车，他可以带我们去旅行，或者他偶尔回一次家啊，我们还是可以坐在一辆车上，有这个能力可以一起去旅行。说不定对我来讲的话，可能要克服一个心理状态，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出去旅行的话，我会帮我爸妈做很多事情，但是你会做什么？就以前家里面拎很多重的东西都是我负责。都要你来负责。你心里面就是会有个落差，你会觉得说，我小时候好像很懂事啊，我儿子怎么平时双手一摊，他那属于 delegation 的功夫一样，总是叫爸爸说，爸爸你来拎这个，就我是不愿意帮他拎东西的，所以他也不来找我。那你会想，我这个小孩是不是太娇生惯养？那我发现说，可能这情况跟我不一样，我可能以前是属于小孩被委以了大人的这个重任，这反而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。那小孩不应该就是他把他自己东西管好就可以了，对吧？他如果再要进一步 step further 主动 offer 给你帮助，那属于 nice to have， 但不是 must have。好，所以你需要不断调试这种心情。现在轮到 Wilson 来 on the stage。要点他的，我要吃一个那个新的那个 tender 这个还没到啊，我想吃那个新的鸡柳啊。大家现在可能看不到，我们现在在 McD 的 drive through， 因为 Wilson 实在太饿了。他作为我们 OKOK 的传人啊，他同时也是 McD 的爱好者，对吧？我们整天研究竞争对手，并不是因为我们爱吃炸鸡那所以啊，就是你看王太有这样的经历，我告诉你我小时候几乎没有跟父母一起旅行的经历。我倒是没有，只有我跟我妈有一次很小的有一次去一次山川，你在江西的一座山的旅行经历，就是变成我所有对旅行的记忆，我就没有所以我就特别想带小孩一起出来。你看我们在狭小的环境，每天探索不一样的世界，甚至于在旅行过程中刷新很多认知。Hello, can we get five piece IM tender a la carte, and can I also have a double cheeseburger set with a medium Coke Zero and a medium fries? Hello? Can I have extra onion for the burger? Extra onion for the burger. Extra onion. Yes. Thank you. That will be everything. Yeah, that's all. 所以我发现他们学校你看也是组织各种 camping， 那在家里一起活动起到的作用是一样的，但是受益人往往是我们父母。你看学校组织的时候，也要自己整理东西，也要出来要去发现新的场景的时候，既锻炼他的沟通能力领导力忍耐力这些软性素质。那我们在家里的时候旅行不也是一样的吗？甚至于你看我们驾着车在路上，有可能会碰到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情况，从天气人文有时候钱有时候跟人沟通房间出问题什么，就跟我们一起经历一下。我觉得这个经验特别宝贵，特别好。我跟我爸妈旅行也不太多，小时候可能有过1-2次吧。总感觉是挺无聊的，但大人总是有他们大人的事情做，不会顾及你的这个。特别无趣的就是总是和一堆朋友吃饭聊天，你根本就插不上。所以可能带入这个共情，有时候觉得说把他带出来跟我们的一些这些大人需求的社交在一起，对他也是一个很为难的事情。是，这倒是，对吧？所以往这个方面去想一想的话，可能我们在设计家庭旅行的时候，就会更多的希望大家能够选一个方案是3个人都喜欢的。对的。我们现在呢在大马当然就发挥在大马的优势，我们就公路旅行
当然以后也可以看看火车，对吧？我前阵子不是一直在研究火车的旅行嘛，也可以一起去啊。那我们以经济为主，短时间可以快速的一去一回，这样不停的探索大马，也了解大马，还能够跟他相处，抓紧这个宝贵的时间，也弥补我们小时候没有这种经验。对，还有就是怎么说呢？我还有一个 struggle 就是因为一方面在想，有一些时候我们要摆正一个态度，不要一天到晚怨天尤人，对吧？然后还有就是怎么说是不要抑制孩子表达的这个热情，所以经常会 balance 这些。比如说有的时候旅途比较累了，然后或者食物不是太可口，听到他会有一些 negative 的 feedback， 我也在经常纠结说是不是要去制止他说这样的话。所以对我来讲也是很有趣，但是怎么说呢？这可能也就是家长和孩子交流的一个重要环节吧。让他 permission to feel 是吧？有这种环境。但是你又不想让他太 complaining。Can I have a small Coke for the sticker? Can I have a small Coke? 不累。OK, thank you. Thank you. 对，你还记得吗？就是我们在旅行中的一些趣事啊。我们到新西兰旅行的时候，我记得第一次，就 Wilson 主动跟别人去沟通，说 Bill please, can I have the menu， 对吧？他都是在旅行当中得到的锻炼嘛。那他去日本，他去加拿大，他就看到了不同的世界是什么样的。平时在书本上，尤其是在中国生活，小时候相对闭塞，是感受不到的，根本就不了解的。其实。怎么说呢？我以前跟他出去的旅行，我更多的想到的就是我们是一起度过了这段时光。可能有的家长会说小孩子太小，不要带他出去旅行，反正他都记不住。对，我感觉就是这本来就是家庭的行为嘛。如果我的记忆里面这个旅行是只有我跟你，可能我还会遗憾嘞。现在想一想到那些去过的地方是他们跟我一起去的。Thank you. 可能我比较自私，就是满足了自己这个全家旅行的欲望，我觉得就可以了。其实这个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们就有了，但没想到这个是这么晚才在这里出。所以啊，就是一起出来旅行还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经验，也是对家庭来讲我们都觉得是非常必须的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小时候和父母，你现在有没有跟小孩子一起去旅行的，有发生什么样的趣事，也希望跟大家一起来分享。先说这吧。对我来讲，我就希望我们3个人能够去更多的马来西亚的小城镇走一走，太多了。对。还有一些去了一次还想去第2次的，比如说呢？利明达，我要去吃烧鹌鹑。还有五级干蜜是吧？五级干蜜，我还蛮想再去槟城。我还想去永平。我还想去怡保，我还是想去的。还有马六甲我还想去，我觉得可以，马六甲可以去好多次，无限次。对。